通知廚房。Yo， 大家好，我係通少，歡迎嚟到通知廚房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整呢一個手撕雞，做法非常之簡單，但保證味道非常之好。我亦會分享一下我嘅秘製醬汁俾大家㗎。第一樣嘢要做嘅就係準備我哋浸雞嘅湯，將熒光幕指定份量嘅材料放晒個煲入邊，然之後用大火將佢滾起。呢個雞湯嘅做法係一個簡化版，所以唔需要爆呢料頭嘅。記得一定要加埋五香粉，咁個雞湯先夠野味好味㗎。至於你好抗拒落雞粉嘅話，你係可以唔落嘅。雞湯我哋攪勻好晒，滾起咗之後，我哋就可以試一試味，隨住自己嘅口味去調節一下個味道。要鹹啲咪加多啲鹽，覺得佢太鹹嘅話就加翻多啲水。調節好個味道之後，咁我哋嘅浸雞湯就完成啦。雞湯滾起咗之後，就可以加入雞腿落去。落雞腿嘅時候，我哋盡量貼近呢個水面，輕輕手放落去。雞腿加咗落去之後，要確保雞湯係浸過晒所有雞腿。如果唔得嘅話，就不妨加多少少水落去。當個雞湯再滾起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將佢冚蓋，然後熄火焗佢30分鐘。咁樣煮啲雞腿，佢就最嫩滑多汁。如果你想啲雞腿更加入味嘅話，你至少要將啲雞腿浸3個小時，甚至攤凍晒啲湯同埋雞腿，放入雪櫃雪佢1晚就更加好啦。雞腿煮好咗，攤凍咗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拎佢出嚟，同佢拆骨起肉。傳統會用手將啲雞肉一絲絲咁撕落嚟，雞肉會大細不一，冇咁工整，食落去比較煙韌有風味。要靚啲要工整，可以用刀將佢切成一絲絲都可以，但係食落去就冇咁煙韌啦。而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叉去整，既可以做到手撕嘅效果，亦都有刀切一樣咁工整。其實用咩方法都隨你喜歡，總之做到自己最舒服唔流汗嘅就用佢啦。雞肉我哋撕好晒之後，就可以放埋一邊備用。青瓜我哋將佢切成幼條，就可以放埋一邊備用。我用呢隻短身嘅青瓜比一般嘅長青瓜好食，佢食落去比長青瓜更加脆口好味。當然你刀工好嘅話，切得越幼細就越好，但係你唔好諗住自己用隻手撕佢一條條出嚟。雖然呢個餸叫手撕雞，但唔係所有材料都可以用手撕到㗎。最後我哋要調校埋個秘製醬汁。傳統咧就會用呢一個麻醬加呢個醋加糖等等咧去調校個汁嘅，咁就非常之麻煩啦，因為你要有好多隻醬喺屋企咧先可以做到，所以我就改用咗日式嘅芝麻沙律醬，用佢一支就搞掂晒，有齊3種嘅味道。將指定份量嘅材料攪勻之後，咁我哋嘅秘製醬汁就完成啦。當然記得要試下味啊！如果覺得佢太鹹或者太過酸嘅話，就不妨加多少少糖落去。跟住就要發揮你創意同幻想，將呢3個切好嘅材料堆砌成一幅美麗嘅圖案。我通少藝術就肯定係攞零雞蛋㗎啦，所以我反而好想知大家砌成點樣。你哋試過嘅話，就不妨 send 幅相俾我欣賞下啦。砌好咗之後，就可以淋上秘製嘅醬汁，然之後狠狠地撒上大量嘅芝麻。我通少仲有一個獨家嘅食法，就係再加埋呢一個潮州辣椒油，野味程度即刻升華10倍啊！我之前直播嘅時候已經整過呢一個手撕雞，好多網友試過呢個食譜都讚不絕口，味道既清新又開胃，真係簡單到連一滴汗都唔使流就可以煮好噶啦！未試嘅你就快啲試下啦！最後嘥多你30秒提提你，食材嘅份量已經寫咗出嚟啦，睇唔切嘅話就喺上述嘅網址重溫。要知道我啲食材用咩牌子嘅話，就睇睇呢個短片嘅info。睇晒成條片都仲有嘢唔明嘅話，歡迎你嚟到我 Facebook 嘅專頁或者 YouTube 呢度留言俾我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短片，希望呢你會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，仲要訂閱我嘅頻道支持下我。訂閱完之後記得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喎，咁樣你先會收到我最新嘅通知㗎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